嗨！我说你这算办的什么事儿啊？你那么大好的一个院子，你借给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要再不收房费的话，那说不过去啊。王老板，实不相瞒，当初决定租给你这个院子，那我的确是看着小鱼的面子啊。但是昨天晚上咱们把酒言欢，一见如故，我这人酒品看人品。您喝酒豪爽，为人一定豪爽，就冲这一点，我决定交你这个朋友。我有个不情之请啊，我想尊称您为。当务之急，贤弟，你以为如何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是找不到那个什么星。哎，小鱼，就是当年你经常看的那个刊物，叫什么星来着？北斗。对，就是北斗星。哎，王大哥，如果我找到那颗北斗星，那到时候我担心你都不一定敢认我这个兄弟啊。什么北斗星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哎，大哥，里面走。哎好。大哥，既然咱们是亲戚，咱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。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北斗星吗？其实这个北斗星啊，指的就是共产党。我听说了，这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组织。如果让我找到了他们，那我就加入他们，跟他们一起抗日。哎，你别看我是个书生，人说书生百无一用，但是抗日救亡，匹夫有责呀。哪怕为此让我捐出全部家产，那我也不后悔。怎么样，王大哥？如果我真参加了抗日，那你还敢认我这个兄弟吗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抗日的，你不要命了？对，我就是不要命了，因为小鬼子杀了我父亲。你说什么？小雨，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，妈也是这个意思，怕你受不了这个刺激。就在去年，日本人突然提出来要把我家在无锡的4个纺织厂收购了，说要给他们日本军队做被服。哎，出的价钱极低不说吧，即便是出了再高的价钱，那我们中国人能给日本军人生产被服再杀中国人吗？让他们去干这种事情？所以我父亲没答应，而且命令工厂停产，把所有的纺织厂拆了。他们恼羞成怒，当街开枪把我父亲杀了。天哪，这太意外了。妈为什么不让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？怕你冲动，怕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小雨，你现在开饭馆，那人多眼杂，没准会有很多汉奸特务什么的。如果万一你再有个闪失，可怎么办呢？那我说老弟，你可别看不起我，啊，你抗日都敢，我为何不敢认一个抗日的兄弟呢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你也说了，咱们是亲戚了，是不是？那既然是亲戚了，令尊大人的仇就是我的仇，也是国家的仇。这样，你找到北斗以后，你告诉我一声，咱们一起杀鬼子，啊，为令尊大人报仇。报告，此话当真？一诺千金。好，好啊。
王哥，我如果找到北斗，我一定告诉你。但是你也不能着急啊，那共产党哪那么容易找得到啊？有的时候，就是这种面对面，你都不一定能认得出来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认不出来也好，免得危险，是不是？就是，人家也要保护自己嘛。如果随随便便就让人认出来，找到了，那这个共党啊，一定资历不深，太嫩。就算是找到了，那也靠不住。对，你一定要找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，哎，让你呀永远都看不出来。哎，可他吧始终就在你面前，还在你身边。对，哎，那也不能永远也让我看不出来啊。那我不是永远也找不到了吗？哦，不，那我不成了没资格、没经验了吗？哎呀，那你到底是找得到还是找不到啊？急死我了，都是。别着急，这事儿千万不能着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知道了就行了，千万也别出去乱打听啊，这事儿很危险的。怎么跟你们讲呢？哎，这事儿跟你们说呀，你们也不一定懂。哎，高处不胜寒呐。啊，明白了。咱们和荣公子那不是一个层次上的。哎，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能听懂你的意思。你听我说哈，我知道你这个没有群众基础，是不是？你心里话没人说啊，你这作孽不是，多痛苦的事儿啊！你这样行不行？哎，你找到这个北斗星共产党之前呀，那我们就跟着你一起干。哎，等你找到了北斗星共产党，你告诉我们一声，那我们就大家一起跟着工党和其他的抗日组织，咱们一起抗日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王刚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北斗星，但我已经开始用我的方式开始抗日了。你都开始抗日了啊？你说有什么方式吗？查找汉奸呐！查汉奸？是谁呀？这个人，小鱼他还认识。我认识，谁呀？到底是谁啊？池北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池北吉。池北吉？对。谁？吃什么鸡？谁呀？哦，王大哥，你不认识这个人？哦，我的人已经发现了池北吉做汉奸的证据，就在昨天晚上。昨晚，在哪看见了？看见什么了？师姐，小心一点啊！我没事儿。小心啊！哎，怎么了？鬼子都是坏人，没有好人。你帮鬼子说话，你现在也是坏人了。我，你觉得荣湘君刚才说的话有几分可信度？根本就没可信度，还谈什么几分啊？他疯了，在诬陷池北吉。诬陷。虽然我和荣湘君算上今天，只不过是两面之交。但是，凭我多年的社会和特工经验来判断，
他为人还算正派。你说他诬陷，是否有些牵强呢？如果你不认为他是在诬陷，就等于认同池北吉是叛徒这个结论。你不认为这更牵强、更荒唐吗？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我们不能用非敌即友、非黑即白这种狭隘的思维逻辑去判断一个人，这会有失偏颇，更会有失公允。这样，你把你和荣湘君、池北吉之间的事情尽可能详细的告诉我，然后我再来判断你说的诬陷是否牵强。那，吃块糖吧。来，我知道，让你这样做挺为难你的。这会涉及到你的往事，包括你一些私人的情感经历。可是现在，袁部长已经同意了我的计划，夺船行动迫在眉睫。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必须要把荣将军所说的事情彻底查清楚。要不然，我们又将回到提防身边谁是叛徒这种尴尬的局面当中，鸿鹄行动也将无法实施，是吗？好吧，为了对党和鸿鹄计划负责，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听完后可以单独找沈月娥核实真伪，我回避。我之所以说荣湘君是在诬陷池北吉，是因为荣湘君把池北吉看作了自己的情敌。我和荣湘君自幼被双方父母定了娃娃亲。换句话说，我吴越南原名桑小鱼，曾经是荣家的童养媳。不让你碰我，你是坏人，不要好人碰。刚才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，你何必当真呢？随口一说，就说明你平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才会随口说出来。我怎么不会随口一说呀？你竟然还敢说鬼子都不是坏人！师姐，你也许不知道，鬼子里面有很多人非常痛恨和反对战争，为此他们在日本秘密成立了反战同盟。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军队里边，就有反战同盟的秘密支部，目的和任务就是消极执行上司的命令，坚决不向平民开枪。你等等，过来，过来，有话问你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是做什么的呀？鬼子的事情，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？我还以为你要问什么呢。我是个生意人，跟日本人有生意上的往来。子越师傅没有跟你说过吗？哦，说过。我还能不相信你吗？相不相信我不重要，关键是不能相信荣湘君，否则会搞得风声鹤唳、人人自危，那是要误事的。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说他在诬陷池北吉了。从逻辑上讲，是行得通的。何止逻辑上，光看他俩的身份吧，一个是我党培养多年的老牌特工，另一个呢，资本家的公子哥。你说，你信谁？我很佩服池北吉的机智和胆量，为了掩护你，干掉了2个特务。这么做虽然有些冒险，但同时也证明了小池还是可信赖的。那当然了。谁见过叛徒敢在公共场合击毙特务的？说池北吉是汉奸，你说荣湘君他是不是昏头了？是不是在诬陷？不过荣湘君他的手下说他在目睹东大街10号亲眼看见了池北吉，说的是有鼻子有眼，好像是他亲眼所见一样。如果是荣湘君亲眼所见，
如果他能拿出当时现场的照片，我还可能相信。但仅凭他手下的人说，看见池北吉跟日伪军一起抓过人，就敢断定池北吉是汉奸了？大晚上黑灯瞎火的，他敢断定他看见的是池北吉吗？那个人跟池北吉他以前认识吗？他肯定是看错人了。我还说我当时看见荣湘军跟日伪军一起抓过人呢，谁信呀？如果我们现在请荣湘军的手下过来，跟我们亲自说说当时的情况，这样有利于弄清事实，你看怎么样？真金不怕火炼，那就叫。但我希望别在这件事情上再费精力了。都1个多月了，正事儿没干一件，净忙着查叛徒了。特遣组都快成了锄奸队了。那咱们就分头行动，啊！我已经对于会下达了任务，你现在就去找到荣湘军，请他的手下过来说说情况。如果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就赶快行动，把太湖里的几条船转移出去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一直没跟我说，好好的上官秦岚干嘛搬出来住啊？他说他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，有些害怕。那他以前怎么不害怕呀？他呀，就总喜欢把自己搞得故意神神秘秘的，好显得多与众不同一样。不就是会发个电报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会。本组长在军区参加过半年的无线电专业培训，只不过现在当领导了，身上的责任更重了。这种滴滴答答报我员干的事呀，早做了。哎，又来了，官儿不大，土倒不小。不就会发个电报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会。本组长在军区参加过半年的无线电专业培训。以前我不知道鬼子里还有不坏的鬼子，所以刚才没关系，这个事情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，也没有必要知道。我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怕我刚才说的话让你生气，所以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可是你说的这种不坏的鬼子实在太少了，绝大部分都是坏透了的鬼子。他们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我恨死他们了。莎莉娜如此仇恨日本人，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她，更不敢想象她如果知道我是日本人，而且还是个日本军人的话，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？哎，想什么呢？没你话呢。我在想我们俩的事情。我们俩有什么事情啊？师姐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对你？哦，感觉到了。那你觉得我？不错呀，很讨女孩子喜欢。要不然，我也不会单独出来和你游太湖啦。那你觉得我俩有没有？不可能，起码现在不可能。我父母曾经告诫过我，在没有赶走鬼子之前，不许谈个人的感情问题。父母之命不可违啊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，等战争结束了，我会考虑的。哦，荣公子，韩侦探拍的照片呢，就全在这儿，好像都不是很清楚，有价值的也就几张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文字记录。这个照片呢分2类，一类是池北吉跟吴越南在茶楼时喝茶时偷拍的，另一类呢是池北吉进出南枣园子的行宫大门，还有进出绣品坊门口时偷拍的。这行宫大门口的照片啊，有他坐黄包车的，还有他驾车从大门内出来的。
哦，这几张照片呢，由于景物在运动啊，所以不太清楚，人也太小，就显得模模糊糊的。不行，这些照片都不足以搬到赤北极。有价值的照片一定被他都拿走了。你真的认为是他干的？当然，你想啊，韩侦探的死对谁最有利，谁就有可能是凶手，这事情很清楚的。可问题是，荣公子，赤北极怎么会知道韩侦探的住处呢？凭良心讲话，我去过韩侦探家2次了，你现在再让我去一趟，我未必就能认得路。他们家7拐8拐太绕了，更何况赤北极他根本就不认识韩侦探，他怎么就能？这些只是需要证实的一些细节问题，不足以影响我的根本判断。喂，哪里？啊？小鱼啊？啊，在，你稍等啊。喂，小鱼啊，什么事啊？你想见他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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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公子，这小鱼的脾气可真大，说话那么大声，我都能听见。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小鱼是想见韩侦探吗？别说韩侦探现在不在了，就是再也不能让他见他。关键是我们这些照片力道不够，不足以搬到赤北极。给他见了，只能火上浇油。但这件事情，我绝不能这么善罢甘休。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赤北极给挖出来。小鱼糊涂，我得帮他呀。那你怎么打算呢？我准备去趟上海。我在英国留学时候的一个同学，在上海开了一家私人侦探所，听说里头好像都是高手。是吧？试试吧。李叔，你安排一下，越快越好。特高课也搞请功这一套啊！你们给我请功，等于给我多加了一条罪状，我脖子上多了一把砍头的刀。我们会竭尽全力保护为大日本皇军立功的功臣。副官，立即把请功电报发往特高科本部和松井司令办公室。搞这套虚头巴脑的请功有什么意思？关键是那7个人里面有没有跟我一样归顺皇军的软骨头？说话不要这样刻薄好不好？归顺皇军是明智之举，当然会有识时务者了。哦，这么说我又有新战友了，不寂寞了。有没有为夺军需传而来的？非常遗憾，这批共党分子的级别实在太低，都是些跑腿打杂的，对军需传的事情一无所知，没有什么利用价值。这么说我白忙活了，那为何要给我请功？我不在乎功劳的大小，
为你请功的真正目的在于彰显你的个人价值，树立你在特高科内部的形象。这对我、对你我的关系将来都非常的重要。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因为你是我的，我爱你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找我来的第二件事情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伺机夺权的共党组织悄无声息，这样太阳黑子计划形同虚设。所以，我决定改变战术。什么意思？暂停抓捕已被监控的共党分子，让伺机夺权的共党组织产生局势缓和、风声平静的错觉，诱使他们再次展开行动。而你今后的工作方式改被动等待为主动寻找为夺权而来的共党分子，所有与此无关的秘密工作或敷衍或暂停。但改被动等待为主动寻找，这恐怕有难度。我的交通站的任务范围是有界定的，没有上级的指示或命令，我无权插手我职责之外的事情。但到目前为止，我尚未接到任何有关军需船的有关指示。若我过度关注我不该插手的事情，搞不好会给人此地无银的印象，反倒弄巧成拙。话不错，但你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逻辑：共军的军需船是在无锡被袭。作为新四军下属交通站的情报员，你能够熟视无睹、坐视不管，这难道合乎情理、合乎逻辑吗？但我们的确是有纪律的。遵守纪律没有错，但面对这样重大的特殊事件，作为一个称职的情报人员，不应该机械教条的去执行纪律。你主动的去寻找为夺权而来的共党分子，非但不是你插手你不该插手的事情，更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。我相信他们会理解并支持你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来开展工作。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你很博学呀，连毛泽东为延安抗大题写的教育方针都知道。师夷长技以制夷吗？好吧，我会尽力照你说的做，但你必须给我时间。不过，我不敢保证100%的完成任务，但我会100%的努力。滑头啊，有件事核实一下。那天晚上去木渎，你或者宪兵队有没有派人一路跟踪我？没有。你不是讨厌我派人保护你吗？为了尊重你，他们早撤了。啊，这样很好。很明显，荣湘军那个所谓的手下纯粹子虚乌有。哎，要不，怎么咱们想当面找他手下了解情况的时候，哎，人就跑了呢，还一跑天津去了，还不再回无锡了，这么巧？荣湘军他就骗鬼去吧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个手下，更没有在木渎看见池北吉跟日伪军抓人这回事儿。所以，当咱们想跟他当面对峙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心虚了，说什么手下离开无锡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核实池北吉是否去过木渎。对，我也觉得还有办法。那我就直接去找池北吉核实喽。亏你想得出来，我看你是想着花样，找着理由，想跟小石幽会。哎，你怎么能说我是幽会呢？我参加特遣组，就是因为我便于跟池北吉接触嘛。好，就算你便于跟他接触，你找他核实什么呢？核实他有没有去过木渎啊？木渎谁都可以去，有什么好核实的？那就问他，那天夜里去过没有？那他肯定就会说，没有。没有就对了嘛。那你还有必要去找他核实吗？你问我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了。啊，他肯定会说他没有去过木渎。既然我能这么肯定地告诉你，他没去过，
那你说你找他还有必要吗？你怎么就能肯定他会说他没去过木都哎？因为他只能说他没去过。你以为他还会说他去过吗？说去过又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好，现在就算他说他去过木都，你接下来怎么问他？那我当然直接问他，你去木都干什么去了？那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回答你呢？你说呀，哎，你要核实什么问题？你见了面，你总得问清楚吧？你说。问他有没有跟日伪军一起抓过人？我说你也不怕把人吓出神经病来？那行了，到时候小吃见了你说，哎，小伙子，你看见一条小鱼在飞吗？讨厌，非把人家逼到绝路上去。哎，不是我逼你到绝路上，就没见过你这样的。一说到小吃吧，哎，你就来劲了。一来劲吧，你想着办法，想着理由，想跟小吃去幽会。结果呢，人没见着，那这智商先没了。那你说，还有什么办法去核实？我想了整整1个下午，我想去木都啊做实地暗访。如果东大街10号确实发生过鬼子抓人这件事情，那么啥？那么也跟池北基没有关系，没人证明他在现场，没有证据证明他在现场。你别着急嘛，我现在不是假定和如果吗？我又没有下定论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意思是想说，如果那天确实发生了鬼子在东大街10号抓人的事情，那荣湘军所说的话就不是空穴来风的，就应该引起我们重视。你至于说池北吉那天是否就在现场，我们现在根本就无法判断。哎，正如你所说的，没有人证明他在现场，对吧？更没有证据证明他就在现场。况且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基于，如果那天发生了抓人的事情，那么反过来，如果那天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，那这一切不就不言自明了吗？哎，别走了，到。这就是你让我执行秘密任务的地方，谁家呀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你别神秘兮兮的好吧？告诉你，上官景兰的家。他家？那我们怎么来他家了？出来的时候不说好了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那是说好了，但我不知道你是叫我来他家呀，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理由就是你熟悉手法，我技术，其他的你什么都别问，执行命令。军法，说吧，让我干嘛？跟我来。平段，高频波段， 22点东东6或22点东拐4兆赫。远距离传送，苏北吗？别问这么多，干你的。背交代码， 5363。主交代号，造成。密电码版本，新4版。等级，甲等2级。看看天气情况。星光灿烂。万事俱备，我先呼叫，但愿对方开着机。
尖刀呼叫，尖刀呼叫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长官，尖刀呼叫，终于等到了。回电，上次联络突然中断，何故？5363收到呼叫，可随时收报。太好了，准备发报。是。10号早晨8点左右，是否收到内容为“请发报”的电文？完毕，请速回电。扫帚。这样，你把“请发报”这3个字用引号引上。有客突访，中断联络，勿忧，请速发电文。尖刀。立即把上次的电文发给尖刀。你看吧。我宁愿相信，上官青兰说的是实话。我部10号早晨8点，未收到内容为“请发报”的电，当时正在转移途中，电台未开启，不知你来电何意，请复。那当时电台收到的信号来自何处？上官青兰回复的电报又是发往何处？电报的内容是什么？除了袁部长，上官青兰还跟谁通过电台进行联络？上官青兰到底是啥人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10日来电收悉，特遣组近期之计划进详，行动中务必保证安全。你肩负党国战略重任，万不可无谓牺牲，军统身份更不可泄露丝毫。另以电令蛟龙可适度配合行动，必要时仍以旧友之名向其求助。栀子花呼叫，栀子花呼叫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时间不早了，5363还在等你的回电，说明你的意图呢。你到底怎么打算的？回不回电？回电。等等，有呼叫信号，可能是5363在催咱们了。栀子花，上官青兰，怎么回事？
自不同的世界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，在错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，谁也无法改变。风没听到我在哭泣，雨没体会我的焦虑，剩下的只有各自的使命，最后孤身远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有情黑夜里，让挚爱摇曳，看花儿凋零，四季流年，弹指逝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愿再驻足，抉择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。我会坚强，我会领悟，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